The Ordinary 的全线产品线里面也有很多美白疸斑的产品，但是为什么不同的斑要用不同的产品来对应，而哪些产品又能对应哪些种类型的斑和黑？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培养1万名科学护肤高手。大家好，我是配方师星星，欢迎回到 The Ordinary 的全线盘点系列。前面2期呢，我们讲了抗老，今天呢，我们讲讲美白。我们先说说美白的分类。第一类就是你想让你的肤色变浅，还有一类就是淡化你皮肤表面的瑕疵，比如说斑点、痘印、疤痕等等。首先呢，我们先来聊聊肤色的这个深和浅的问题。其实很多人他有一个误区，他觉得人的肤色是基因注定的，也就是说你是天生的，我天生就这肤色，我没法改变。这话呢，其实说的不太准确。基因决定的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从浅到深的范围。虽然这个范围也不是特别宽，就像说威尔史密斯怎么美白，他也白不成杰森斯坦森。但是呢，我们依然可以用正确的产品和手法，在这个范围内尽量靠近你肤色更浅的那一段。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想去淡化皮肤表面的这个瑕疵，但是瑕疵呢，其实有很多种类型，比如说天生的雀斑，它是一种类型，还有一些呢跟你体内的激素代谢有关，比如说女人在怀孕的时候容易长的妊娠斑，这个呢大多数属于黄褐斑的这个类型。还有一种呢就是病理性色沉，比如说你长了一个痘痘，痘痘下去了之后留下了一个印记，这个是痘印儿。还有呢，比如说你过敏了之后皮肤先红完了以后又发黑，这些反黑都是属于病理性色沉的这个范畴。那不同原因造成的瑕疵，就要用不同的方法来对待。言归正传，咱们还是说说怎么变白。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皮肤是因为哪些原因变黑的，其中之一呢就是黑色素太多了。咱们的皮肤呢分为几层，表面上的表皮层，底下的真皮层，皮下组织就不说了啊。然后呢，表皮层和真皮层中间还有一个单层的细胞层，叫什么呢？叫基底层。基底层里面有很多非常特殊的细胞，其中之一就是黑色素细胞。黑色素细胞呢产生黑色素，产生了之后，这个黑色素会通过触手往这个表皮层去运输，你运输到表皮层之后，你就看到自己黑了。但是为什么我们没有从出生到现在一直在变黑呢？那是因为我们的黑色素它也有一个正常的分解代谢过程。平时呢，我们的这个身体里这个产生和分解代谢它是一个平衡的。但是如果你去晒太阳或者遇到了某些刺激，它就会大量的促进黑色素的产生，它就不平衡了，你就黑了。所以变黑这件事呢，它其实涉及到4个生理过程：黑色素的生产、黑色素的转运、黑色素的聚集、黑色素的代谢。说白了呢，就是生产的多，代谢的少，你就黑了；代谢的多，生产的少，你就白了。所以其实我们美白就是前面这3个生理过程上面做文章。那我们其实也有促进黑色素分解的成分，但是呢，这个成分它是资生堂的专利。有兴趣的话，可以在评论区 Q 我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个资生堂有哪些产品加了这个成分。还有一种黑，它说不上是颜色深还是浅，但是呢，就是感觉面色铁青、暗淡无光。这就是因为呢，我们的皮肤在受到某些刺激的时候，会大量的产生自由基。自由基呢，其实就是皮肤细胞代谢生成的粑粑。这些粑粑呢，会刺激到细胞，也会刺激到胶原蛋白，它会让胶原蛋白变性，胶原蛋白分解流失。而胶原蛋白对于皮肤的意义是什么呢？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气球，我在里头灌满水，它会看起来很透明、很水润、很饱满。但是如果我把这个水给挤出去，我扎个眼儿给它水给漏了，这个气球会变成什么样？就会变成皱皱巴巴的，看起来一点都不透明，一点都不嘭弹。而胶原蛋白就是这个水球里面的水。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想美白，那其实更准确的说法应该叫提亮，就是要阻止胶原蛋白的流失和分解。说白了呢，就是我们要抗氧化、抗自由基。刚才这2个变黑的原因，我们给大家总结了2条通路。所以如果你想变白，就要在这2条通路上的每一个点上做文章。
给大家讲了这么多原理和方法，那我们怎么从 The Ordinary 的产品线中找出合适自己的产品呢？ The Ordinary 呢有2支产品是专门用来减少黑色素的生成和转运的。它用的是什么呢？2个点的阿尔法熊果苷。阿尔法熊果苷呢，它是一个抑制黑色素生成的一个成分。当你的黑色素生成的速度变低，即使我们的代谢速度没有变，我们整体来说这个平衡还是往黑色素变得更少的方向去运动的。而这支呢是10个点的烟酰胺，虽然它搭配了锌，主打的是一个控油的这么样的一个产品，但是10个点的烟酰胺它也会有很好的美白作用，因为烟酰胺它是一个专门针对抑制黑色素转运的成分。也就是说，基底层的黑色素细胞，只要你运不到表皮上面来，你就看不到自己变黑了。使用的时候呢，都是洁面后第一步直接上脸就可以了。但是要注意一点，就是这支烟酰胺呢，它的浓度比较高，它有10个点，所以如果你不属于油皮，比如说我是沙漠大干皮，咱就别用了，因为烟酰胺控油效果有点强。下面呢，我们说专门来阻止胶原蛋白流失的，也就是说抗氧抗自由基的。The Ordinary 呢也有2支产品，一支呢是这个白藜芦醇和阿魏酸的组合精华，还有一支呢是这个 EUK134 的原料桶。这2支它都属于抗氧自由基、抗光损伤、抗光老化这样的一个产品。结合到我们的原理通路上呢，这2个产品里面的这几个成分，它都是通过清扫皮肤里面的自由基，保护胶原蛋白，让它不会被降解，不会被流失掉，来起到让皮肤提亮的作用的。EUK134 呢，它是一个在近几年才被广泛使用的抗氧剂，它的原料价格非常贵，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8万1公斤。所以它所需要的起效添加量其实呢非常低。这支精华呢加的是0.1，这0.1就是它的起效添加量，搭配用或者单独用都是可以的。然后这支白藜芦醇和阿魏酸的这个组合呢，阿魏酸其实我们在抗老的那一章里面讲过，它是一个同时兼具美白和抗光老的这么样的一个成分，它的抗氧化和美白作用也是经过市场和科学验证的。白藜芦醇呢，最早是从红酒里面提取的一个非常强的抗氧化成分，早期呢用于口服，口服的上市时间非常长，有几十年了。然后在近几年呢，开始被应用到护肤领域，发现它在皮肤的表面，在外用的时候也有非常好的抗氧化功能。这2支产品呢，我比较建议皮肤偏干的人去使用，因为它俩的这个配方基础的 base 都是多元醇，肤感油乎乎的。如果呢你是一个油皮，你可能用起来觉得自己油光锃亮的，有点难受。还有一个呢，就是在使用的时候，大家注意一下使用顺序，就是说你要从肤感越轻薄的往越厚的去使用。你如果要涂面霜的话，要先涂精华，再涂面霜。下面呢，我就要隆重介绍一个在保护胶原蛋白和抑制黑色素生成这2条通路上都能覆盖的一个重要成分——维生素 C。那这个 VC 呢，其实就是早 C 晚 A 的 C。消费者大多数会认为早 C 晚 A 这个组合主要是用来抗老的，但其实我们不知道 VC 它还是一个很好的美白成分。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去抑制黑色素的生成。VC 对于黑色素生成这条通路上可以说是给黑色素加工工厂拉电闸的这么一个程度，就是说它不是说给你造点小麻烦，它是直接给你把工厂的电闸拉了，你就没法生产了。所以它对于黑物质生产的这个阻碍作用其实是非常强的，是刚才我说的那些成分可能都比不上的强。而且同时因为它有很好的自由基清扫的作用，它有很好的抗氧化性，尤其是抗氧自由基的这个性能，所以它也可以很好的保护胶原蛋白不被分解、降解、流失，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非常重要的2条变黑通路，其实它都能抓住。那 The Ordinary 的这4支 VC 产品呢，有2支是 VC 原体，2支是 VC 的衍生物。那你在使用的时候，它有一个顺序上的区别。当你是初次使用 VC 的时候，你不确定自己对于 VC 的吸收能力怎么样，耐受程度怎么样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呢，先从 VC 的衍生物用起。因为 VC 的衍生物它的稳定性会更强，它的刺激性会更低，虽然它的起效效果和强度不如 VC 原体，但是作为入门来讲它是比较稳妥的。
那这2支 VC 衍生物的精华呢，一支呢是12个点的 AA2G， 一支呢是20个点的 VCIP。这2个有什么区别？ AA2G 它是水溶性的，适合油皮使用，它比较清爽；而 VCIP 它是油溶性的，适合干皮使用，它比较滋润。就根据自己的肤质选其中的一支就好了。如果你们用这2支精华用的挺好的，没有过敏，也没有染黄角质层，这里头要解释一下，因为 VC 它在降解之后就是黄色的，所以如果你皮肤吸收 VC 的能力有限，它就会染黄你的角质层，让你看起来像个橘子一样。衍生物没问题，咱们就可以尝试 VC 的原体了。因为 VC 它的学名叫抗坏血酸，所以它其实还是个酸，它还是有一定的刺激性的。所以咱们一定要保证衍生物用的完全没问题，你再去尝试这个 VC 原体的这2支乳液。那这2支乳液呢，一个是23%的原体，一个是30%的原体。那这个2个使用顺序就不用我说了，先用这23的，没事儿，你再用这30的。这里面还要注意一点，因为 VC 呢，它除了光降解、氧降解以外，它还有一条重要的降解通路叫热降解。也就是说，你什么都没干，你这屋有点热，它也降解。所以为了它能在你的使用周期内一直有活性，我们就把它放在冰箱的冷藏层，比较保险。The Ordinary 还有一支产品是8%的 VC 原体和2%的熊果苷。那虽然呢，它的 VC 原体浓度只有8%，但是加了2%的熊果苷之后，它的效果和它的刺激性估计跟这支23%的 VC 差不多。所以呢，你要是想尝试这支产品，也一定要在这2支衍生物用的都没有问题了之后再尝试这支产品，不要把它当做一个入门产品。那 VC 的这一大堆产品，给大家回顾一下它的使用顺序。如果你是入门呢，看这2支 VC 衍生物，干皮呢用 VCIP 的这一支精华，油皮呢用 AA2G 的这一支精华。然后呢，你觉得这2支衍生物用的都没问题了，你要进阶了，你可以尝试这支8%的 VC 原体和2%的熊果苷的精华。如果还没问题，你还觉得不够，那可以再尝试这2支23%和30%的 VC 原体。之前我们也讲过 The Ordinary 的这么多产品，其实它还可以 DIY， 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有效的 DIY 组合。这支23%的 VC 原体精华搭配这支白藜芦醇和阿魏酸的精华，加起来是什么呢？1000多的修丽可 CF 到手啦。总的来说呢，今天提到的这些产品和成分，它都是上市时间比较久，安全性和使用的这个浓度都得到了充分的认证的。但是呢，还是要特别提醒一句，如果你是孕期、哺乳期、围产期、3期妇女，咱们还是要尽量避免这些功效类的护肤产品。讲完美白，我们下一期呢，给大家讲讲淡斑、淡痘印这些瑕疵，我们拿它怎么办？喜欢听科普的，喜欢看产品测评的，欢迎点赞、订阅，一键3连。其实我刚才呢就特别想说，有一个美白成分啊，就因为安全性的问题被一脚踢出了化妆品成分列表。